今天视频的主题与每一位热爱旅行的人都有关系。我们的父母家人，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年长，再也不如以前那样可以健步如飞了。我们自己也有一天会成为那一个没有办法再与时间赛跑的旅行者。把今天的视频看到最后的你，一定可以找到如何让自己在时间的这条跑道上跑得更久的密码。得了一种怪病，叫做粒腺体的基因病变，每天肌肉都在消失当中。医生宣告我说，这个是一条不归路，单行道了。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有点罪恶感，干嘛拖了人家？I'm designing a house to die， 我要设计一个房子去死，说人们等死没意思啊。那个我没有那么无聊，我时间宝贵，要好好利用。退休之前，我根本没有时间玩，我就是一个工作狂。退休之后呢，太太就找了我说，走吧，我们去走一走。至少给我逮到那个机会了，我真的这一辈子活够了，很满足了，看到这个就很满足了。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嗨，EO来了。今天的视频我邀请了一位我频道的观众，他是一位必须要坐轮椅才能旅行的旅行者，同时他还曾经是一名工业设计师。这一位专业级的当事人为你解答下面的这一些问题：行动不便的你如何与一起旅行的照顾你的亲人朋友相处呢？照顾和安排你的行动不便的家人或者朋友旅行时的注意事项到底有哪一些呢？如何识别无障碍设施是否真的安全呢？如何在没有办法及时得到帮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如果你有耐心把今天的视频看到最后，并且让你觉得受益良多的话，请你为我今天的嘉宾 Robert 还有EO我点赞支持哦。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EO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EO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EO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好的，那今天跟EO对话的呢是一位住在美国的老华侨，他来自台湾 Robert 先生，他曾经是一位设计工程总监，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当然 Robert 也是因为爱坐邮轮爱旅行来认识到EO的频道，他有跟EO在分享他在旅行中的经历。那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很惊讶的发现，原来 Robert 是一位需要坐在轮椅上才能出行的旅行者。没错。介不介意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子，我一直工作到快60岁，医生一直叫我退休，因为我已经有肌肉病变的情形发生，从99年开始，一直拖到2013年，再不行拖下去了，我终于退休了。那退休之前，我根本没有时间玩，我就是一个工作狂。退休之后呢，太太就找了我说，走吧，我们去走一走。我得了一种怪病，叫做粒腺体的基因病变。每天肌肉都在消失当中，所以我从容易跌倒、容易绊倒，到脚举不太起来，到经过脚踏车骑不上去，游泳都是浮不起来，等等等等，拖了20几年，终于放弃了。医生叫我一定要退休，太危险了，因为有时候还要爬上机器等等，所以我就退休了。那退休就是去走走逛逛吧。第一次去 Caribbean， 第二次嘛，这次是去阿拉斯加去看那个冰山。想说趁那个冰山还没全部化掉之前，看看谁先走，我人先走还是冰山先走，就走一走。就坐了那个Princess，因为是新船嘛，也有我们介绍说是有新船，我们就说好吧，这次订新船试试看。基本上我就是从 Walker 从不能走，容易绊倒，然后不容易就走不到10步路，然后站都会发抖，然后再一直到
一直要靠轮椅呢，那轮椅呢，我手又推不动，所以要用电动轮椅，所以一定要进出都要有人帮忙。那为什么我想要邀请 Robert 来 EO 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因为 Robert 他有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哈，他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辅助他行动的设施设备，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对，我觉得他本身的职业啊，工业设计师，他可以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判断。这些辅助的设施也好，这个周围的环境也好，哈，是不是对残障人士或者行动不便人士是友好的？但是首先，Robert，我觉得心理上的克服，我觉得应该是走在更前面吧。对，医生宣告我说这个是一条不归路，单行道了，这不像说高血压你可以用药控制，这完全没有药医的，那是一个单行道，越来越糟糕而已。那能够活多久我不知道。那病友呢，又是罕见疾病，全世界上的病友不多，那每个人发生的部位也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要讨论几乎是找不到人讨论，只有跟自己的医疗团队保持密切的联系讨论。那所以这当中呢，就是学着怎么活下去，就这么简单。把房子卖掉，医生叫我住那个单房，就是我们讲的平层，range 这种房的平房。为了这个，我盖了一个新设计的，把里面全部都全新的地毯全部拆掉，全换成硬木，因为我不能走地毯的路，会绊倒。楼梯间一定要升降梯，那前后都要 ramp，一定要斜坡进出，不然我走不了。就这么简单，就是我跟那个卖房子的那个售屋小姐讲说 ，I'm designing a house to die， 我要设计一个房子去死，是开玩笑，把他笑坏了。对啊，生活上碰到问题人生碰到问题就一路解决。我的专业上也好，生活上也好，人生也好，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往继续活下去，就这么简单。那你其实据我感觉哈，大部分特别是我们华裔背景哈，很多人觉得自己快要走不动了，或者是腿脚不方便的时候，就不如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Robert，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不可能啦！我地下室还有个小木工厂，我自己还做我的家具的，我能够站得起来，我就扶着机器做。我还要自己学 CNC， 我还自己做那个，因为我自己会画，我自己会切割，然后就自己组装。我养了一些小鸟当宠物，给他们做玩具什么的，这些我都还做得来。我到儿童博物馆当职工，我还做玩具给小孩子玩。这个反正我活着就要用嘛，对不对？用自己用什么，把这个最后1分钟把它用完都还是要用。说让他们等死没意思啊，那个我没有那么无聊，我时间宝贵，要好好利用。所以今天我愿意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想说能够给大家一点什么的话，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EO 有专门的一集叫做《与时间赛跑的旅行者》。在当时我是希望就激励到一些年长人士哈，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自己家人的负担了哈，我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那我们其实在与时间赛跑，那我相信对于我今天把 Robert 请出来之后，他的经历和经验可以让我们与时间赛跑的时候，这条跑道可以跑得更久更长一点。Robert， 我想在我们分享那一些设备设施啊，那些专业的内容之前，我很想知道说，跟您一起去旅行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你觉得对于他们，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是因为你看我的节目的观众有很多是年轻人，他可能会觉得说离我很遥远，但是你别忘了。其实每一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每一家都会有老人，你的长者，你家里的老人，他会年纪大，他会越来越走不动，他会有一天他完全没有办法走。但是作为我们传统哈，我们是很有孝心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来说，我们很希望说让老人家能够看这个世界，完成他们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心愿。如何跟行动不便人士一起旅行，或者是说已经到了必须推轮椅带着家人出去旅行的一起同行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沟通，我再强调一点沟通。有时候要心来体会啦，包括自己残障的人或者是陪伴的人。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不要提出来。我不耐烦的时候，不照顾人的人，年轻的人要照顾人，那你会不会不耐烦？接受到这种不耐烦的眼色跟神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很烦躁，说我为什么
给你制造这种麻烦。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有点罪恶感，干嘛拖了人家？其实就是沟通，把这话讲好好讲出来，很诚恳的讲说对不起，我是隔一阵子就休息个10分钟、5分钟，转个弯再讲说，很抱歉，我觉得你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呢，我如果说你口气稍微和缓一下，这是情绪上的问题，情绪处理的问题，每个人，我想这当中都可以互相学习了。照顾人的人，你觉得你不舒服的话，你说你让我休息一下，我等我再怎么样，总不先把那个处理好好解释一下。反正都亲人嘛，多半都是亲人。有没有这种专门的他会教的有内容？医生给我那个 physical therapist， 后来 physical therapy 已经不能满足了，要找那个 occasional therapist， 职业的那个复健师。那包括从穿袜子，因为我蹲不下去，我没有办法穿袜子，它有一个袜套的东西，你用 Amazon 可以买到10-20块钱就有了。那把袜子套上去，然后2个绳子一拉，袜子就上去了。很多的辅助器材，就是自己在照顾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自己弄。可是有些地方有一些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有一些好比说你东西掉到地上，你没有办法捡，那有很多的那种夹子，手夹子用去夹在地上的东西。好比说我经常自己装药丸掉到地上，然后就拿那个夹子去把那个药丸夹，那不好捡最讨厌的就是那个纸薄片的东西掉到地上，很不好捡，那时候就是别人了。我们尤其到了这个地步，都会有很多极限做不到，这时候就需要旁边的人说对不起，我这个捡不到，你帮我捡一下好不好？多次了他们就习惯了，我说OK 就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提出要求好好也是要提出要求，对，哪怕是对陌生人，对，也是可以去寻求陌生人的帮助。作为一个工业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你不单单是自己在使用，你也用眼睛在看，包括自己去体验，包括你的旅行其实不单只是去坐邮轮旅行嘛，对不对？你还去用别的方式去旅行坐飞机出去也好，坐巴士出去也好，对。那你对于邮轮上的残障设施如何？邮轮本身的友好程度，在你的体验之后，以那 Caribbean 那个 Royal Caribbean 那个船跟那个 Princess 这个叫 Discovery 2艘船来比的话，Caribbean 的那个比较老一点，但它一个好处，它的走道很直，它房间的走道是直的。那个 Princess 的那个 Discovery 新船，但它走道给我很困扰，就是它常常会有一个转弯，那个小转弯 S 型的转弯，就是90度，马上又90度。像4楼，它是一半是那个关起来的，一半是那个，你到那个是医务室，那你要绕道去坐电梯的话，有时候后来我学乖了，我就到顶楼去，就走直的，走到那个最顶楼那里去。可是下雨的话就很麻烦了，就是要经过被淋雨。你就是通行无畅的话，就是最顶楼那一段。那你要下来，那就是要到了房间区的话，或其他区的话，就要经过人潮，又要转来转去，这就讨厌了。那您肯定是订购的是邮轮上的这种所谓的 handicap room， 就专门为残障人士指定。对，他们都有一个好处，他们都设在电梯的旁边，你就不用走太远。就怕就是说，你去活动的地方，离那个你房间的那个上下这左右的位置是有一点距离，所以如果你先坐电梯下来到房间去的话，你就要绕来绕去了，就麻烦。对，所以你要学乖一点。那 Robert， 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说你想订的船订不到 handicap room， 因为你没有 handicap， 你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搭邮轮。没有残障房的话，我就不能搭了。我一定要求，我包括住酒店，我一定要上去看他们的浴室、厕所是不是把手符合我要求的规定，不然我起不来，我怎么办？我就躺在那边叫救命了。我为什么会提到 handicap room， 在邮轮上的 handicap room 这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整条船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整条船上很少数的有限的，你还要更早的提前订。但是有另外一个现象，我想借今天 Robert 在这边我想要呼吁一下我已有的观众是什么呢？有很多的人就是贪这个 handicap room 很大，他在订的时候，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他故意去选择先冒充残障人士去选了，霸住了这样的房间，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房间更大，洗手间更大，阳台更大。对，没错。那在今天，我相信看了今天 Robert 的分享之后，你应该以后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念头了。对，很多邮轮公司会暂时把那些房间嗨起来，
这也是正常，嗯它也是以防万一，大家能够在自由选择的时候去不小心，有些人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对吧？对，他可能也没有仔细看一看，诶，这件为什么大一点，一样价钱的，那我就先 hold 住这一件再说。我就借今天的这样机会跟大家呼吁一下，在你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房间让给有需要的人。阿弥陀佛。OK，有很多的人来问 Eo，我是不是有可能在前往阿拉斯加搭邮轮的时候看到极光呢？那 Eo 通常会告诉你说，基本上你不用抱以什么样很大的一个希望，因为我知道真的有人买邮轮船票，为了在邮轮上看极光，他觉得我去的足够北了嘛。那我经常会跟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你真的有可能在邮轮上看到极光的话，记得离开船之后一定要去买彩票哦，因为这真的是太小太小太小的概率。但是 Robert 就遇到了这个小概率中的小概率。Robert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在游轮上的这场奇遇吧。10点半的时候，大概我听到大副在广播，大家请大家去看那个极光。我马上就那时候我还没睡，我太太已经睡了，所以我冲上去的时候，那个一个小朋友就帮我拍的照片。那运气很好，真的是运气很好。那我因为行动比较慢，就逮到最后1分钟，虽然拍出来照片有一点模糊，但是至少给我逮到那个机会了。我真的这一辈子活够了，很满足了，看到这个就很满足了。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去旅行哈，您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看到没有，我们走出去了，就有机会有这样子的奇遇，只要我们勇敢的走出去。对，来得早，有时候不如来得巧。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来买彩票哈？没有，如果我当时没有听到没有买，你你讲这句话，可以后来你早该跟再补买。我觉我讲的。得你这个好运气真的是可以带给我们每一个看到这个视频的我的观众哈，是啊，太我棒了，这是个很祝福大家，我有趣祝福大家。的事情。作为本身是一名残障人士的 Robert，然后他也同时是一个专业的产品工业设计师哈。那他对于身边他即将要经历的、即将要去的，他看到的很多的周遭的环境哈，特别在旅行期间，诶，他会用他的专业的就是思维方式、专业的眼光去评判，诶，安不安全、合不合理。那 Robert 还给我们有的观众们推荐几样我们可以自己带去辅助，哎，行动不便的人士的一些很好很好的东西。那Robert 有特别给我发照片，我秀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给我看的是一个坡比度 ramp，对，那个上坡哈，下坡倒栽冲了，我自己往前冲，要追上我的家人，没有人在我旁边，就我以为信心满满的，就他那个下面是瓷砖，容易打哦，滑。那前就是轮呢也你左边打偏了。圈圈里面那个红色瓷对对，砖的红色的那个位圈圈里面那置哈。个是瓷砖，碰到瓷砖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因为它容易打滑。然后再加上前轮是旋转的，360度这种 swivel 的那种轮子，它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乱转。那你嗯如果是用后轮先上去的话呢，会比较稳一点，因为嗯它直行的，它会带着你走。嗯 OK，所以这是我的建议。我嗯，自己都翻车了，那一天我就送急诊，昏了一阵子。对对，那个打红圈圈的那个位置就是您翻车的位置嘛，对不对？对，因为我那天哦，我当场就昏过去了，就送急诊了。根据你的专业的角度哈，然后同嗯，时也是你的亲身经历，那哪一些地面是我们坐轮椅人士或者推轮椅的家人们哈，要特别特别呀，小心的？嗯，好，我们往下看那张照片的话，哎，好，对，这是这个酒店里面要进浴室，我们嗯讲无障碍房间。那嗯，你看到左边那一张也是画红圈的那个，对，那种那个它是用瓷小马砖的。赛克，对，那个不好，那个容易你尤其浴室湿的，很容易嗯，打滑，而且它那个坡度哎，是1:1比，1度哦往上1寸，往前也是1寸。哦，蓝色框框那个比较好，因为它是往上的，好比说它往上1寸，往嗯前面的呢就是12寸，这是标准1:12。1:12哦。比的话是手推轮椅最安全、最舒服的，你手推不会累。那电动轮椅你可以到1:8左右，可以抖一点。貌似哎，造了一个 ramp 来方便对残障人士，但其实它用的材料和它本对身那个坡度的角度都对是还是在危险，会容易产对生危险，对不对？所以你对看，像我真的不懂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哎，你看它也是一个坡，而且它那个坡那么短，那不是一下对子就下去了吗？但对，其实是那很容易翻车。有时候嗯我在浴室里面，我还故意把它铺那个大毛巾，比较不容易打滑，我自己不容易摔嗯，倒。然后要穿那个防滑的那种袜子，心里在准备的时候也想考虑到这些啊。那好，进出的话，进的是后轮监禁啊。我以电是动轮椅来讲是后轮监禁啊，这是我的建议。哦。
稍微是的。注意一下，会减少很多的灾难。是的，好，那我们就再 move 到下面的那个 picture 哈，就是对啊，关于你看我们残障人士到外面旅行也好哈，出去你随便出个门也好，也一定会很难避免会使用到洗手间。对，这个嗯洗手间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嗯，我不喜欢用那个马赛克的那个房间马赛你说克的房间因为地面马赛是铺马赛对，克的。越大砖块越好，然后越粗糙越好，因为马赛克多半上面都有上釉，我们讲的那个上釉就像瓷器一样，很容易滑，大片的也比较好一点。大片一点的，就是对它地对，上的地砖大片一点，并且是防滑，墙面上做都越过防滑处理对，的。稍微有点粗糙，有点纹路什么都好。那像哦，这个椅子呢，它也可以调节高度的，嗯轻便一点。平常喜欢就是说你进出的地方是两边都把手，而且是固定在墙上的。可是后面你看到那水龙头的后面呢，那里有个放肥皂的地方，还有嗯后面洗发精也在后面墙壁上。嗯那个这种环境的摆设呢，就适合说有看护，或是你要面对的，不然的话，像我在用，我发现那东西在我后面就很不方便，我要站起来先把椅子向后转。有的环境是适合有看护的，有的环境是适合给自己料理的。我个人的使用是觉得，我放到侧面，我就可以拿两边我都可以照顾得到，不用再转了，嗯。越少动来动去，越少伤害的机会，不其实一样。就算不是残障人士哈，哪怕对，就是普通的腿脚有那么一点不太方便的老人家吧，都啊哈，是洗手间都是一个重灾区，就是经常对是会摔倒，是会在洗手间对。里面摔倒。那就下一张就看到，你会看到这就是，是两边要负受历史。你对，看这个这这是一个马桶旁边，洗手间马桶旁边，对，那嗯个洗手间，那右边呢，它那个是固定的，那嗯个卫生纸就在它后面，很方便。嗯对，左边那个是可以升降的，那个可以嗯搬起来，可以放下来。你嗯嗯需要空间进出，轮椅要进出的时候，那个先可以把它往后靠，把它提起嗯来往后靠90度嗯往墙上靠，嗯做好以后再把它拉下来。你站起嗯来的时候两边都可以扶，嗯。这是最安全的。但是我可它的看到你的红圈圈哈，是画在那个靠背的部分，你是觉那得个靠背是这个是个我红色的大部分就是不对，好的啦。是说不好的，对，对，但是因为它那看上去很舒多服啊。此一举，对，它嗯都多此一举，很不好做了。呃，嗯，就把我整个身体往前挤，就很不舒服。要使就是你被用那个那个迫还要稍微弯着一对，点腰往前倾这对对，样子。整个身体就这样勾起来。我有见过哈，就是在游轮上 request 一种可以垫在马桶圈上的一个垫有子，就会让你有更增高一部分，有那种，对不对？对，有。那个你觉得？因为我是觉得说，对于那些就是腿力不够，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坐在马桶，如果马桶比较低的话，他坐下去会很难站起来的人士就会很好用。很好，我自己家里也有，我家的马桶有2种高度。好，那我们再 呃，move 到下面的那个 picture，对，就是两边都有扶手啦。你看，我先会看了哈，两边都有对对，两扶手，边都要扶手。很安全。哎，我发现有对多了一个垫脚的凳子，哎，对，那个很好。那个好用吗？好用，有时候那个蛮方便的，就是尤其上大号的时候啦，我们嗯这个肠胃蠕动比较慢的人，有嗯，时候会时间比你较久。去问医生，对，医嗯生会跟你讲说把脚垫高会比较好一点，对血液嗯循环也比较好一点。你嗯，看，那卫生纸是他做了2个卫生纸的位置，这个很对。好。对，然后你看它红色的急救铃，上面也有，下面也有，就是跌倒的时候，它那个非常好。嗯，出去订酒对店啊什么的时候，对我们就可以去先看一看它的 handicap 对 room 到底提供对了哪样的设施。一看，对。像 Robert 现在一说，我马上我觉得我就变成专家了。以后我就更会帮别人挑房间了。对，然后下嗯面这一张呢，左边那个呢，那张照片，它地上旁边有一个小马桶在那里，它还很贴心的放了一个那个毛巾在那里，你就不用再爬上爬下去找毛巾，如果是你真的需要的话要擦啦，或是要垫脚，而且它马桶前面还放了一个小地毯，防滑的地毯，嗯，这个很贴心的小地方，它照顾到对了。那对，右边那个呢，那张照片那种椅子呢，我就很不推荐，那种这椅子很危是也在酒店里拍到的吗？对对对对对，他这个椅子好像啊什么，我觉得很难看了就很难过。那个就是坐下去我都不敢坐下去。那个你可以摆那个毛巾的，它就是就是坐人，一张普通的正常对，人坐的凳子，对，那个折凳子很叠凳。危险，对，那个非常危险，那个尽量不要所以我们在船上，还是尽量要使用那些专门为残障人士设计的对对凳子也对，好啊，脚凳对也好啊，脚垫高马脚，桶的也好，不要自己对随便去对找一个东西来替代，对对。吧？
基本原则就是4个角的面积要比椅座还要大。那我们也心中要搞清楚哪些设备的存在才是让你会感觉更安全，使用起来更安全。不要等到说我已经摔了好多次之后，才发现总结出经验来说，哦，原来那样子才是最安全的。下一张我要举这个例子很有趣，它是在 Vancouver downtown 一家酒店，可能这家酒店是旧翻新的吧。他还是讲他是那个 disability 的房间，就是无障碍空间的房间。可是你看到那个床跟那个进出的走道，那个位置不符合那个 ADA，它没有到33寸，所以我在里面撞，我老是撞床了，不就撞那个墙角。我的那个轮椅要进出的时候，我那个已经是旅行用的电动轮椅，已经很小了，我旋转只有好像24寸左右，2尺而已。所以我的白色键号就是说那个不符合的规定。可是它浴室它好在它的浴室很宽，而且它是用大理石的那个瓷砖。你看到我蓝色圈起来就是那种吸盘的扶手，因为它扶手，因为它只有3面墙嘛，我不能有2边都有扶手啊，不像其他几个都是2边很窄，我可以有2个扶手，它只有一个扶手。那我起来的话怎么办？那天他那个椅子没有来送过来，旅馆酒店里面他不晓得怎么没有放，后来我就跟他要求，那我临时要用啊，所以我就把他那个旁边的那个办公椅，我就把它拉过来，还好那是防水的，我就暂时用那个。可是我但那是其实是很不安全，它底下这么多的轮子，然后很容易对，滚到边上去。对，所以我有时候就放浴巾在那里，免得自己滑倒。对，你看地上有对那个马赛克，对吧？那个就是也算是马赛克，其实是很对容易滑，所以你是对放了毛巾在地上看。如果我们对在外对面没有办法的时候，对没得对，选的时候，哎，在地上铺一个毛巾，对也是一个对很好的防滑的对作用。对对，然后那个而且那个把手呢救了我很多的命。很多地方这个上下不方便了，而且墙壁要大片的大理石才有办法这样做的，大片的瓷砖要滑的瓷砖才有办法做到。是的，马所以 赛克或 Robert 那个粗糙的就不能用。吸盘扶手是你自己带出去旅行的，对，我带2个，一个长的，一个短的，一个10寸，一个12寸的样子。对，这些在网上我都应该买得到吧？在 Amazon 什么都买得到。对，那救命的嗯。小帮手，那很救命方便。小帮手，这个救命小帮手实在是太有是，用了。我那扶来这样子扶去的话，看来对，就那是你看活动的嘛，一下子而且就变成一面扶手，变成对了3面扶手。对，而且你可以嗯自己适合的高度，然后你试一试拉一拉，千万先试一试拉一拉，要确定都已经吸住了，你要再嗯，用，因为有的时候太低你也起不来，太高你也握不住，所对。以握不到，所以一定要适合你自己的高度。所以你带所以这2个去旅行，位置都是，你一长对对一短都带了，然对后很多对对对。尺寸它都能 match 得了。哦，有时候这太对，聪明了。有时候那个位置，对，这我嗯们讲人体工学，有时候你嗯光靠手腕还不够，你还靠嗯手肘，手肘的话就嗯嗯要靠那只长的12寸的嗯那个，嗯，这个叫人体工学，这就是比较我们专业，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会常讨论的东西啊，因为我设计过家具，这个婴儿用品，这些嗯，公路的安全用品，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考量在里面。对。其实就是人，普通的老对人家出去旅对啊，行，我觉得包里面只要放得下放1、2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对都对。是会让自不会己很重，也好，那个都是对，对，那个不会安心很重，对。好多。左边那个马桶旁边那个把手，它是固定在那个马桶架上的，它不嗯是墙壁上的。前嗯面那几个的那个都是按在墙壁上，那种嗯，把手就比较稳，这个不稳。然后因为哦，他们它是固很久没有，定在那个马桶盖的对后面的边对对边上。对，是2个螺丝而已，它就2个螺丝而已，嗯所以摇摇晃晃的，甚至2个螺丝都不一样大小。，Oh my 后来 God。我请他们的那个 maintenance，他跑了4、5趟才把它锁住，把它稳住了。因为我不敢用啊，我爬不起来，那对啊。一起来整个在晃。对了碰到这，Robert，种把手，你真的提对醒我们了，就是你哪怕订的是这种无对障碍房，你对进去之后也要检查一下，它那些对对钉在墙上的也好，像这种钉在马对桶后面的也好，像这对些装备它有没有被真的固对定住？因为他们可对能使用的人少，他们对，就忽相片略了去 看起来有的，maintenance 那些对对维护对它的功能的对齐全，对吧？然后它可能对坏了，没人知道，那你一上去对，以为很进安全，一下子就可进能摔倒。房间之前所有的都要走一遍，都要走一遍。啊，这样太有用你了，Robert，你太对厉害了。我们华人本来就是游轮上的少数民族，那当然我的观众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英文都不怎么样的哈，磕磕巴对，巴，可能是说清楚又说不清楚，然后就忍了，或者是觉得怕麻烦别人，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嗯其实我们是需要，是可以在游轮上
提出自己的诉求，最后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Robert 第一次给我写 email 是跟我分享了他在邮轮上的发生的一个事件哈，然后这个事件我想 Robert 大概跟我们的观众说一下好吗？那有一个活动在大厅里面，是船员跟那个客人的活动，那这边丢球，那因为我太太她就倚着栏杆在那边看，她在等，那我在旁边，因为我不方便，我就坐着轮椅。那是一个酒吧间，那旁边有餐厅，我举了手都没有等于是被忽略了大概快20分钟。旁边的客人也在帮我招呼他们说，这个家伙都等那么久了，很多都把他 pass 掉，都没有注意他，都没有人来那 serve。后来我自己找那经理来，他跟我解释是说，因为他们是共用那个 service people， 就是两边的那个 bar 跟那个餐厅是同一个群组了。我说这不是因为我考虑的问题，你们的人员怎么安排来这里，我没有得到我要的 service， 我找了半天，我说你能把你的经理找来，所以那个酒吧经理他觉得说他的解释不能满足我，所以找了一个比较忠诚的经理来，他非常没有耐心。我在跟他沟通，他说他要跟我 communication， 他要跟我沟通。OK， 那一般以上是说他只跟我说我在打断他的话，我不给他讲话，然后我在 interrupt， 我在我说我后来就好没有礼貌，对，我就把嘴巴这样一拉，嘴巴上个拉链，我说好了，我现在开始不讲话，继续，他又讲了35分钟的话，他终于停下来了，上面的 civilian camera 我相信都录下来了。OK， 当天晚上我就回到那个房间里面，那天下午我把我的经验写出去了，我就把它印出来，我就写了一篇那个，就是你写了一篇陈述的文字，对，对不对？陈述这个经过，我都写下来。那 Robert 有没有同时把他们胸牌上的名字写下来？有，我上面我都记下来，大家要记得哦。我把它打出来以后，我拿到那个5楼的服务台，我这个要 complain， 他那个商店经理跟大副、客房经理跟那个好像是餐饮业的经理，2个经理吧，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大副也来，那个是 chief of staff， 那就已经是比较高级别的了。一个女的，对，她蛮高级的，3个人都到了。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状况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事情已经到了他们那边去了。我就拿到柜台以后，他马上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了。他就已经把信已经等于是给他们的上级已经看过，他已经通过你的文字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信递出去的时候，我人还在柜台，那个大副就安抚我说，我们真的会道歉，我们这很诚实的。很诚恳的跟你道歉 ，OK， 我们没有照顾到，我们知道有错，就是那个中级经理已经被调走了，那个我们会重新做人事安排，这是我们自己会 take care 的事情。客房经理就打电话来，晚上就说我们想要补偿你，先补偿你一点，你需要什么？第二天他又来说，他们想 compensate， 就是要补偿我。我给你们2张了，2张200块的那个，就是你跟你太太200张，这次就可以用了啦。那我就好了。然后我就用了那400块的，那这就变成是一个 onboard credit， 就是你现场就可以抵消掉你的消费的现金了，等于是对。谢谢 Robert 的分享哈，在业务的节目里面，我一直在不停的教大家邮轮上的规则，哪怕我们没有像 Robert 这样子英文那么好哈，可以写出这么长、那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信件，最后以保护到他自己的权利的同时，我们也让邮轮上有这么一个机会去 training 他们那些没有被好好训练的员工，对不对？没有训练好，而且没有沟通方式。没错，没错。非常感谢 Robert 的分享。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邮轮的乘客，在邮轮上，我们是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服务，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一定需要说，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你要开口说出来。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只要你说出来，邮轮公司一定是会妥善处理的。所有的EO邮轮旅行活攻略的观众，要谢谢 Robert 的分享。如果有希望进一步帮忙的地方，希望你们透过EO来跟我联络。OK。
视频觉得受益匪浅，你记得点赞了没有呢？本来以为离自己非常遥远的这一些资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会经历得到。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 Robert 的分享，也请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认为有需要的好朋友们。又非常欢迎看我视频的旅行家们，跟EO和EO的观众们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旅行经历吧。和 Robert 一样帮助到更多人的话，写这个 email 来联络EO吧。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